好，我们还是继续画这个二乔。画二乔的话，我们首先还是调一个底色啊，太白加3绿。我们前面的底色没有用完，我们继续用啊，就用前面的这个底色啊。再加一点太白，加深一点点啊。我刚刚因为笔上有水进来，所以说这个底色太稀了一点点，我稍微再加一点点太白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二乔。二乔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二乔我们还是用这个一样的颜色，好不好？玫瑰红再多一点，还是用一样的颜色，跟前面一朵花用一样的颜色，同一个色系。一样的颜色，跟前面一样的颜色啊。我们二乔的话是有深浅两种颜色，那我们现在先画浅色的部分。画浅色的部分，我们颜色要调的少一些。我们还是一样的，既然用一样的颜色，我们就按照这个一样的颜色去来画。我们先调这个还是一样，把这个珠标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哈。我们浅色的就用玫瑰红和珠标，珠标和玫瑰红两种颜色就可以了。来调玫瑰红，笔上的水分不要太大了。你调的时候，你像这样子调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水分就掉下来了，那说明这个水分太大了。你要准备一个废纸哈，这样子把这个水分沾掉一点点。沾掉一点点哈，稍微的沾掉一点点，你再去调，不要水分太多了，太多了它就掉到盘子里。你看它水分多不多，你调色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。如果一调它就水分就掉出来了，说明它水分肯定是太多了。你看一下我现在调还稍微好一点点，还是有一点点掉水。当然我们新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水分少一点点，你才能掌控的好。有水分太大了，太多了，我们的新朋友可能掌控不好这个水分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花，先画这一朵花，先画这个花有一点朝这个右下，我们来先画这个中间的这个背面的朝我们的这个花瓣，1笔、2笔、3笔，画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。来，笔尖上再补充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深色，两边我们再画一些这种侧面的花瓣，侧面花瓣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，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侧面的花瓣我们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再来一个层次哈，这个花瓣里面再来一个层次，再来一层。整体的再来一层啊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深色，来一层我们就按照这种一推一点的这种方式啊，一推一点的这种方式。好，这里后面加一层，笔尖上再蘸一点点，再加一点深色。好，两边再来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。那我们后面再来一个。这个侧面花瓣可以背对着哈，可以背对着，可以背对着也可以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个小的。你看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匀，没有调匀，马上你看到没有？看到了吗？没有调匀就是快了一点，就是我们就蘸颜色的时候快了一点，你就很明显这一笔没有匀就很明显。
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你画的时候很能证明你有没有调匀，你一画就知道这里来一个小的，那我们这里再来一个大一点的。你有没有调匀，就是你一画出来这一笔就能看得出来。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我们这里来一个这个大一点的这种反瓣。好，在笔尖上再补充一点颜色。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上要不停的补充这一点深色，因为你这才有这种层次感。如果笔尖上没有这种深色的话，是画不出这种层次感的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参差的这种花瓣，感觉有点参差过来啊，不能画的全部是平面的，总要有一些参差的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。你看这一笔又有一点没有调匀啊！我今天着急了一点吧，要慢一点，慢下来，一定要慢下来。你看这一笔没有调匀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没有调匀的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家人们看得出来吗？看出来了，我们要把它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就稍微好一点点哈。我们调整一下，稍微好一点点。好，这边我们就画这么多浅色的，浅色的我们就来这么多，然后这边的浅色就来这么多，这边还有很多浅色的哈。那我们来继续啊，颜色调匀，调久一点哈，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，笔上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否则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。好，这个大的里面。又来一些这种小的，小的旁边再来更小的啊，参差，更小的窄的，断的不停的去参差。好，这里来一些小碎瓣，把这个空隙给补上，补上这个空隙。小的碎瓣，来笔尖上稍微补充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来，这个侧面的花瓣继续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往后拖一下，再往后拖一下哈。来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里有大的就有小的，让这种大小的相配合。小的旁边有更小的。有这么小的。让这里很碎啊，很碎很多。来，我们先把花心的位置找一下，花心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先把花心圈出来哈，花心大概在这个圈里面，在这个地方。继续来哈，继续来，这里还是有一些这种浅色的。好，这种比较碎一点的花瓣啊，比较碎一点的，我们让这里细节很碎，很多这种碎花瓣。小的让它很小，花瓣小的我们让它很小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笔肚上，哇，画了这么久，肯定是没有底色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分啊，就有些家人说，就是你们画的时候。有这个水，我画的时候没有，有的就是你们可能没有仔细看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水分看到了吗？水跑出来了，水走色流，这个是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
这是玫瑰红和胭脂，这个是对，这没有胭脂哈，只有玫瑰红。这现在用的只有这个珠标和这个玫瑰红。来，笔肚里面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蘸一下。好，蘸了底色之后，我们沾一层这个珠标，先沾一层这个珠标，薄薄的一层珠标哈，薄薄的一层珠标，然后薄薄的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我们的颜色，这个浅色的花瓣颜色越来越浅了，所以我们这个颜色要少一点点，少一点点哈，蘸少一点点颜色。来，继续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大的反瓣旁边，我们来一个小的哈。来一个小的，笔尖再蘸一点深色，笔尖再加一点深色，画一笔之后，笔尖就要补充这个深色了。来，我们再来一个反面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啊。这个背面的这个花瓣不一定说全部朝一个方向去长的，有背面，有反有正的。好，基本上这一朵花，我们再来延伸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这边再来，让它细节多一些。好，我们画到这样子的话，画到这里来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把它这个上面的这个虚的部分都画出来，上面这个浅色的到上面基本上都成了一种虚的这种感觉了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哈，我们这里再来一个反瓣，待会儿让它这一个花瓣有一点这种深一点哈，笔尖深一点，有一点这种卷起来这种效果。这种我们想把它有一些地方想表达清楚一点的，我们可以画得清楚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虚的部分，上面这一部分这个虚的部分，我们把它补上去啊。这个花瓣是很浅的，越到上面越浅。来，这里补一个花瓣，稍微的笔尖有一点点深色就可以了。这个缺口补上花瓣，把这些所有的缺口里面补上花瓣。笔尖稍微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我们笔肚里面可以蘸一点点底色，笔肚干了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珠标，调一点点珠标，然后笔尖蘸一丁点这个，蘸一丁点哈，颜色越来越浅了，我们只需要蘸一丁点就好了。好，笔尖上还是有一点点深色，把这个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中间这种切口的地方，正瓣的这种切口的地方，先要深一点点哈，要稍微有一点点深色。笔尖上稍微的来一点点色。好，这种花瓣是很浅的啊，很浅的。
来稍微的深一点点啊，笔尖稍微有一点点深色。好，感觉这个花瓣是有一点卷起来，这个笔颜色有一点点没有调匀。笔尖上有一点点没有调匀，那看到了吗？没有调匀就是这样子的，看到了吗？一笔没有调匀就画出来，马上就这个花瓣就不一样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细心，一定要细心把这个颜色调匀了。当然有偶尔一笔没有调匀，它不影响这个大局啊，不影响这个大局。来，笔尖调深的，把这个新的这一部分补上啊，这根部的地方补上。这个根部还是要有一点点深色的，根部还是要有一点点深色。好，后面的花瓣我们先不画，我们到后面再去补。我们现在浅色的就是这些了，浅色的就画这么多，就不要浅色的了。我们现在画深色部分的花了。那画深色部分的花，我们就要把颜色调饱满一些。笔肚上有没有底色？没有底色也可以，当然我们还是加底色，因为我们底色不是说特别干哈，不是说特别干，还是可以加底色。但是你如果加了底色的话，它颜色可能深不了太多，就没有办法很深。所以说你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可以不加底色，你想要的颜色更深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画这个深色部分的反瓣，所以还可以浅一点点。你到画正瓣的时候就不用加底色，直接加水，把颜色调饱满一些。我们现在颜色已经要调得很饱满了，看一下，我现在颜色已经调了很多，看到了吗？因为我们现在画这朵花的深色一部分，这个是二乔，二乔的话它有颜色，有深的，有浅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画深色的部分，颜色要调深一些。好，从这个花心的部分，我们来画一些这种反瓣哈，像这种花瓣的话，像这个深色部分，它也是由这种正反瓣组成的啊，正反瓣组成很多哈，这个长的、短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各种各样的这种正反瓣组成。我们画这个正反瓣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要注意这种花瓣的这种大小变化，还有颜色这种深浅，还有物象的虚实，还有这种长的、短的呀，你要有各种各样的姿态的，显得很密啊，显得很多。你看有一些很长的这种感觉。补充颜色，笔尖上加一点点这个胭脂，曙红再来一点啊，曙红多一点，你再去加这个胭脂，它才不会灰。而且的话，太白不要太多了，如果太多太白也是会有一点灰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反瓣我们还是一样，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。这里来一个反瓣，来一个对面的。好，补充颜色啊，补充颜色，颜色调饱满一些。我们现在画的是二乔的这个深色的部分，深色部分颜色一定要饱满，一定要够深。好，一样的有正有反。
这里来一个这个深色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有姿态，有姿有态。有的小反瓣，我们中间就补充这个小正瓣。所有的反瓣里面，我们去补充正瓣了。现在把这所有的这种反瓣都已经画了，我们现在去补充里面的正瓣，然后这朵花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好，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就从缺口最深的地方，去补充颜色。补充颜色。那从这些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。你看这里一些小小的花瓣，我们也把它表现出来。现在我们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要加点水，进来，加点水，然后补充颜色。先调这个玫瑰红，把这个玫瑰红厚厚的调一层，现在是调的比较厚了啊，厚厚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去调这个曙红。然后调这个曙红，再调这个胭脂，正反瓣的组合。那我们后面要再往上面再加层次的时候再加，我们先把所有的这种看得到的反瓣都去把它补充完整。就是看得到的反瓣都去把它补上这个正瓣，补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层次，我们再去加它。哇，这个颜色不小心把这个胭脂调到笔肚里面去了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。一个花瓣里面可以多补几层，让它层次显得更加多。这里让它有2层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1层再加一点这种，来一层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我们有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笔肚里面再补充一点水分，笔上干了就加水分了。现在，我们先开始都是大胆的画，到最后我们再去调整。你刚开始不用看它的花型，
先开始你看不了它的花型啊，花型看不出来。先开始你不用看它的花型，花型肯定现在它的花型肯定是不完美的、不完整的。那我们后面要慢慢去调整它。笔尖要不停的蘸这个胭脂色。笔上蘸一点胭脂。好，后面我们来继续来补充一些花瓣。我们这个地方再来一层，再来一层。来，我们加点水分，笔肚上加点水分，笔上干了我们就加点水分进来。再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的，哪里需要补充花瓣，我们就去补充哪里。调整，现在是调整整个花型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往哪里去加。调整整个花型呢，加一些小的碎瓣哈，这上面我们再加一些小的碎瓣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深色的部分我们就先画这么多。深色部分，这里有一些这种深出来的这种小的这种细节。浅瓣是什么颜色？浅瓣是这个，前面是朱标和玫瑰红两种颜色。好，我们再来调整这个整个花的颜色啊。刚刚这个深底色，我们刚刚把笔洗了一下，蘸底色。我们来调整这个花型哈，花型里面加一些这种大花瓣，直接蘸一点点胭脂，笔尖上蘸一点胭脂就可以了。蘸底色，蘸一点胭脂。蘸底色，蘸一点胭脂。来，后面来一个这种大花瓣。蘸一点点胭脂。我们这个上面还要加哈，上面还要加花瓣。我们用这个底色，直接用这个底色反笔来画，反笔来加底色，反笔来加，稍微蘸一点点这个朱标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。这一个，
用底色，太浅了，这个底色，底色有点稀啊，有点稀，所以看不出来。反比来加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点，加一点点，我们太稀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胭脂进来啊，加一点点胭脂进来。像这些缺口，我们需要加一点花瓣，可以再加一点花瓣上去。反比来补充，笔尖加一点点胭脂，我们来调整整个花的外形。会有一些小的碎瓣啊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花瓣，我们稍微的把这个花瓣补充大一点，来一点深色的。就我们最后就是调整的时候，就要看哪个，看它的花型，整体的花型。来看一下这朵花哪里还需要调整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基本上这朵花就差不多了哈。来新的地方，这个中心的地方最深的，让它还是让它更深，深的地方让它更深。深的地方还是让它更深，我们来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地方，花心的地方我们用这个曙红和胭脂把它填满它，曙红和胭脂。曙红和胭脂，总感觉要调整一下这个花瓣，这个花瓣想要它再大一点点，稍微的大一点点啊。好，稍微的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回一下笔，调整一下。好了，基本上可以。
好，我们用这个3绿画这个词人。好，这个3绿，然后用这个胭脂提一下。5组哈，下面2组，一边1组，中间1组，你先这样子计划好，然后再去画，先把它计划好。现在在点花心呢，现在在点花心，你们看着啊，下面我们已经点了2组，然后再点两边的我们稍微的往里勾一点点哈，稍微的往里勾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花心我们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动作，画豆芽一样哈，就像画豆芽一样的。
好，我们把它加密一些啊，加密一些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个花心就可以了。不是，这个花心还要画一点这个花丝啊，稍微的扫一下这个丝丝。来，我们把它画完。我们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，嫩叶是这个藤黄、三绿、朱标还有胭脂。看一下怎么构图。看一下啊，怎么构图好呢？从这里。好，我们来这个藤黄，三绿藤黄。哇，这来了一点这个绿色在这里了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遮住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遮住它。那既然这里来了一点，我们可能构图又要改变了，构图要改变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它遮住。胭脂。这个边想边画。好，我们来先画一个老枝干。怎么去？小枝干里面有一些扦插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嫩枝干看一下怎么长出来。我们来一个这种 C 型的，直接这样子下来。哇，水分太大了，水分太大了一点点。水分大了也没有关系啊。
安排一下这个叶子的这个走向。这里肯定是有一些叶子把这个枝干给挡住一些，这里面再来一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叶子画上。叶子的话，叶子已经安排好了。你看这里，这个枝干哈，这个枝干，我们画这个枝干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么长哈？因为我们这个老枝干它比较短，我们这个嫩枝干我们就长。如果我们的老枝干，因为为什么要画那么长？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要从这里出叶子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嫩枝干就画到这里来，你这个叶子怎么出下来都不好看。所以嫩枝干画长一点，我们这个空间感更多，我们这种变化，我们这种可行性的东西会更多。我们这个这个叶子的话，可以更加就是有姿态一些。画小品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把它这个叶子的姿态给画好。好，我们的画老叶子用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调和，这个是我白天调好没有用完的，就是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种墨绿色，然后笔尖再沾这个浓墨来画这个叶子，笔尖调这个浓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画一组叶子。这是一组啊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这里是这个枝干的叶子，从这个边出来边又回来的一组叶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组叶子。叶子的话，我们经常有示范，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很多这个叶子的示范。但如果觉得画叶子，但叶子的话要多练哈。叶子的话，其实它比花更加难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画叶子要多练，多花点时间去练习这个叶子。画叶子用笔我们专门的有这个课程讲了哈，就是你们去课程里面多看一下这个叶子，画叶子这个专门画叶子的这些章节里面，就我们好几次课程专门讲了这个叶子。画叶子我们三叉九顶，你看这一枝叶，这一个叶子出来是3个叉，一个叉、2个叉、3个叉，每一个叉上是3片叶子，每一片叶子我们是3笔组成，3笔组成就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两边都要有区别，不要画成一样大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啊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个叶子从这里出来，但是这叶子是比较用色会比较浅一些啊。让它有点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里这一组。你看，我们画一组叶子的话，中间这一片啊，我们可以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这就是一片叶子哈，这个就是一片叶子。那么一组叶子的话是3笔，那这一边还有一笔，那一边还有一笔啊，还有一片，一边还有一片。那么这一片我们可以画一个侧面的。侧面的我们就这样子打一个勾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3组叶子，这一组、这一组，只是有一些叶子我们是看不见了而已。
好，我们后面还画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啊。这里面还有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。这一组我们画成嫩叶吧，我们这里画一组嫩叶出来。嫩叶我们用这个三绿藤黄，然后朱标，还有胭脂来画这个嫩叶。嫩叶也是一样的哈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我们刚刚这一点儿就把它遮住了，就看不见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幅，来再看一下啊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。我们这些缝隙里面，我们把它填满它，就是里面还有层次，就是有层次，感觉这里很密。叶子两组叶子，它本身这个牡丹花的叶子它很茂盛的，它是长得很茂盛的，它不是说稀稀漏漏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画一个花苞吧，这里来画一个花苞上来，看一下要不要花苞啊？不画花苞，我们画成嫩芽也可以，画成嫩芽也可以。我们直接来画嫩芽吧，不画花苞了，画成这个小嫩芽。新枝干和老枝干，要么新枝干长，要么老枝干长，不要一样长，就不要一样长，好不好？不要平均分配。假如说我们把这个老枝干画到这里来了，那就平均了，平均分配就不好看，尽量不要平均。好，我来这里来画一组这个嫩叶、嫩芽。好，这个嫩枝干和老枝干衔接的地方也要画一些这种小嫩芽。这里来一组嫩芽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小嫩叶把它加上去。嫩叶我们直接用藤黄和这个胭脂来画。哎，我在想这个嫩叶在前面还是在后面？这个嫩叶直接在前面吧，直接在前面。嫩叶的这个叶子是比较尖一点，因为它刚开始生长。
这里来一个小嫩芽也是可以的，小嫩芽。如果这里太空的话，我们这里可以来一点点，这里可以还来一个小叶子。这里面还可以长一点小嫩芽出来，枝干的里面，让它显得很丰富，生命力很好。这上面也是有一些小嫩芽，每一个嫩芽我们都要有区别，就不要让这个嫩芽长得一样。不要让这些嫩芽都长一样啊！你看这个枝干太瘦了一点，我把它加一下。这也太瘦了吧，太没营养了，给它加点营养上来。来，这个枝干我们稍微的去补充添加一下啊，因为这个牡丹花的枝干它没有那么光滑，所以我们加一些这种点上去啊，显得它有点这种苍老这种感觉。来，再看一下，这里我们再来伸出一个来哈。好，我们来这里伸出一个小嫩芽来。好，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叶茎啊。好，我们来勾一下叶茎，再不勾的话就干了。勾叶茎，我们5笔哈，中间1笔，两边各一边1笔，然后这个下面1笔，下面2笔，上面1笔就可以了，不用勾太多啊。